今天 interview 还要准备什么吗？昨天听933，他说来新加坡最想吃拉沙，还要加辣。哎呦，他都来2天了咯，工作人员早就轮流喂他了。我已经订盘当 cake 了嘞。送礼佳品，我问过了，罗仲谦不对，他改名了，罗子毅明天会穿黑衣。哇，那我要不要配合他啊？黑衣不搭我们的场景嘞，可以不要吗？他说不全黑的话，就只有这件。哈，几个小时后 OMG， 罗子毅临时跑去买的，为了搭配我们的 set， 真的很 score point 咯。没想到他这么配合哎，刮目相看。凤姐，别因为这样而手下留情哦。放心，我明天至少会温柔点。全听你说。Hi, welcome. Hi， 你好。子怡你好，我叫怡凤。别叫我怡凤姐，别说你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呐？都是我们公司的同事，新加坡的同事。哦，真的啊，我跟你讲，他本人好帅，眼睛好大啊。我们还是过去聊一聊吧。我们先为他放麦。哦，哎，补妆，你要不补妆？妆。现装麦。好。我听说你本来是带黑色的衣服，然后你看了我们今天的那个背景，然后对，昨天还特地去改了一下服装颜色。对。哇，我整个人加分，加了好多分。我以为你会讲，哎呀，唔緊要啦，不要緊啦，我好看就好了。比较好看的，配合一下。来，入座，我们小心一点。真的不补妆吗？不用啊。我们有先准备一些，你知道这个蛋糕斑斓。哎，真的，我们的制作组果然贴心，对，一猜就猜到说很多一些港星来这边，对，都喜欢吃绿色的蛋糕。那个时候过来新加坡已经8年前了，然后我们走的时候，很多粉丝们在机场都会送我们很多的蛋糕，然后你就收到这个，就变成很喜欢吃这个蛋糕。对啊，我老婆都很喜欢吃啊。只是我是想，你这样的身材有吃这种食物吗？有，必须的，因为要照顾自己的心理平衡嘛。因为今天我的特别嘉宾是来自香港的一位，你们都看到了，真的是帅哥。他在香港媒体有被形容为就是穿衣显瘦，然后脱衣身材很好的，有42寸大胸支撑的。还没做爸爸之前是的。不会吧？做完爸爸就没有了。你知道42寸有多大吗？我以前是40，现在是30多吧。都不见了？不见了，都给了孩子了。我可以捏一下手臂。可以，没了。真的没了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那个时候就是比较麻烦，好看，但是角色有限制。是的，我们还有这个照片。给大家看一下，会不会好尴尬的照片？我们的撰稿很烦，他在昨天晚上，我一直叫他快点给我，他到了晚上来给我，就会让一个大龄女子很难入睡的一个照片。那个时候拍照好看，真人都很瘦。这个会瘦？对。这个如果瘦的话，也就是说你的脂肪很少。对，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为了拍了一个 poster， 所以要脱水，这个是好辛苦的，因为这个是要前4天有不停的喝水，然后最后的3天不喝水，一点点的1杯吧，1杯1天。要保持这样身材的人，我觉得第一，他的自律性要很强，他的意志力很强。我告诉你啊，那个时候我拍一套电视剧叫《飞虎》，然后要我们要很壮，在场上要保持很壮，但是那个时候拍完。可能是深夜12点才收工，我就问我的朋友，他开一个健身房的，给我一个钥匙，我凌晨3点钟还在做健身。哇，真的，那个时候没有24小时的健身房的，我自己开进去做健身，然后做完之后回去洗澡、小睡，然后再上班。这样子是因为你的狂爱，还是对这个行业对角色的要求？因为我知道他要我常常要脱衣服。所以你就把自己逼成这样。对啊。请问这样的是不是一个香港艺人一个基本要求？
大概都是，因为我们会感性比较爱美。谢谢你给我这么美的答案。对，其实我老实告诉你，我们新加坡朋友开始熟悉的也是你的那个 Uncle 36小时。对。洋葱那个角色让你名利爱情那个双收。对。但是在这之前，罗子毅已经出道了很多年。对。可是这一路走来就不容易。先讲你怎么样开始让自己出道的？就是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女朋友的，女朋友她有人邀请她面试，去一个电影的。你不要跟我讲，你又是故意陪在旁边那一个。没有，我是怕她被骗了，然后我陪她去，我坐在公司门口，然后那个监制就走过看看我，走过来问我有没有兴趣拍戏啊？哪一部戏那时候？那个叫阿嫂，然后他们问我有没有兴趣，我说有，很快，搭得很快。你有心机，没有心机。我是你女朋友会杀了你。不是，因为你是不是那天还化妆去了？没有，很随便。因为那个时候我20岁左右吧。你那时候在做什么？救生员。救生员哦。对，那你那时候就很帅了，对吧？很黑，帅不帅？已经有肌肉了，一点点。男监制、女监制看上你？女的。所以他一看你二话不说就有。我说好啊，试一下。有台词吗？有台词的，都有戏的，是女主角的一个男朋友。那你有功底吗？你没有啊？没有啊，那个时候那个导演都问我，你有没有拍过电影的？我拍过戏的，我觉得你演的挺自然的，是这样说。然后我就可能我不怕丑吧。跟谁演对手戏啊？那个时候？刘心悠。可是电影哎，你一出道就是电影出道哎。对，电影出道。但是最深刻的就是第一次见到那个女主角的话，哇，好漂亮啊！然后呢，吓到，真的没有见过那个时候。你怎么会在拐进电视台做签约演员？好奇怪啊！其实我的经理人告诉我，你一开始的时候，因为电影比较难找到好的角色，你尝试一下在电视台磨练你的演技。所以那个时候你签的是有经纪约的。对啊，电影公司的经纪约。然后，但是我主力是拍电视剧。哦，那个时候电影一部戏可以赚多少钱？没有钱的。对啊，没有的。零片酬演也不是零片酬的，那可能1万几千块吧。港币是吗？对啊。那也不错，演多久？2个月、3个月吧。2、3个月赚1万。但是没所谓，那个时候我没有开工的时候，我会去做救生员的。哦，所以因为那时候也不红，没压力。对呀，没压力，没有人认的，没所谓啊。哦 ，OK， 然后就已经等于一半是要做艺人了。对啊，然后机会比较多了，那就放弃了当救生员，全力当一个演员了。然后你就去签约电视台了。啊，对。你签几年？我签的是普通的演员。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对，有普通演员的合约，有经理人的合约的。我签的那个普通演员的合约，最大的限制就是不可以去其他的电视台。所以有没有算就是整年 quota 要多少个 show？100个 show？如果经理人的话，经理合约的话，可能会报一个艺人，可能100个 show 怎么样？你要做完成这个 show。哦，所以你拿的是普通艺人，普通就没有报的，没有报的，就是你派多少就给多少，哎呀，没的话就没有薪水没收入咯。没有的。所以当你全情投入做演员的时候，有甚至于用以前的收入在撑，对啊，在付出，然后再过几年才开始有知名度的时候，可以出席一些活动啦，赚一点外快。对啦，哦，我们叫OE，你们叫什么？文真男了。找真银，真金白银啊，对。哦，叫做文真男了，广东话。就是商演吧。对，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啊，我们在拍电视台的，可能收入不高，然后但是它能提高你的知名度，然后外面的才是真的钱，对。所以在这一段期间之内，你有没有彷徨过，或者是失落过，觉得我要做这个演员吗？有啊，头几年。我觉得如果要分享的话，我觉得在电视台当一个新人的话，你觉得很搞笑的，好像当你 NG 还有发挥的不好的时候，重复又重复了，然后好尴尬啦，然后就是后面的工作人员就会说
唉，又走了一班车了。整个脸红起来，啊，对怎么办？对，我当没所谓，但是我觉得必须经过的。我们 TVB 的演员就是这样长大的，所以我们到我们有知名度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态很强，我不怕辛苦。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是一个很好的训练。我觉得当一个新人的话，不用太过爱护他，让他去受罪。是，对，因为前一阵子啊，在中国内地啊，有很多那种香港 TVB 文化，让我们看到对以前那种80、90年代到现在你们这些都有一种很敬畏的精神，觉得你们挨得很厉害。哎对啊，我们只看到的外表光鲜亮丽。对啊，因为我们拍电视剧的话，出外景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在很脏的地方就拿着一个饭吃饭。蹲着坐着哪里都就地对啊，就是地盘的工人一样啊。啊，然后那个时间也是那种很不 friendly， 很不人但道。是以前我们是凌晨4点钟收工，然后早上6点钟化妆，然后再来一个队 A、B 2组嘛。对啊，就是对啊，最长有多少时间没睡觉70多个小时，70多个小时，对？3天呢。对，大概中间可能就是这样，但是有一个优点就是大家会比较开心，因为一个凝聚力。同甘共苦过。对呀，我们在这里，大家都是为了闯个知名度，钱不高，但是我们有共同努力的目标，先让知名度飙高。对，因为机会来的不容易。因为我跟你说，我们 TVB 比较像一个少林，怎么说？少林少林寺。少林寺，对，少林寺。少林，我很感恩可以在这里训练，就是因为地方我才拥有现在。把你的基本功打得很好扎实。其实 TVB 给了我很多的东西，它给了我名气，给了我家庭，给了我们很强的心态。你们这个精神已经发扬光大到很多个地方了，其实是很有名的。即係廣東話，我哋好捱得，很挨得住。對，對人家很好，沒有什麼價值。那真的是對啊。是。你有進入到最低潮，曾經懷疑過要放棄嗎？那個時候，我跟我的家人講，給我5年時間，5年我沒有什麼進步的話，我就放棄了。但是很幸運，一年一點的進步，沒有收入，但我看到希望。没有收入，但看到希望，对，看到知名度提高了，但是制度上的薪水是还没有办法加深，没办法。然后我自己公司也有安排我拍电影。你算是幸运的吗？这样？我觉得我自己幸运，我没有学过什么东西，我没有演技，说一开始没有培养自己的音乐啊、跳舞啊、演技，我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我就是空白的入行，得到有机会我就必须要好好的把握。所以你会不会觉得你长得帅也是一个优点？优势？哎，好累，你太直了。优点，你一直都知道自己长得帅，就挺讨喜的。好看，走音，很紧张。我谦虚一点，好看，只是好看。所以你是不是在尽量已经天生的基础上，再加强自己，很努力的健身，让自己几乎近完美？没有完美。我在入行，我学懂一种东西，就是接受不完美。哦，太美了这句话。对，因为太大压力了。我觉得不完美才是完美。还有就是，我觉得如果完美的演出就是不完美，完美的演出安排的太好，不怎么说人性化。我觉得好像我们对白上啊、演出上，我觉得有一点点不到位。有一些说话不清，有一些断，才自然。对，这就是生活。生活。现在来讲，你算是还是属于普通演员约，你还是不是属于电视台的？我现在改了，现在真的是电视台的经理。你现在全职进入电视台？对 TVB 的。是这1、2年的事吗？对啊。当你慢慢有了知名度之后，
香港的狗仔文化不是普通人能够活下去的。那个时候我们还是最生的时候，你怎么样去度过那些绯闻跟狗仔攻击？我会失落过的，我会失落过，我在房间会大哭一场。所以在你人生中影响最大的一次是什么？你记得吗？那个时候香港有一个是报纸是娱乐版嘛，有一个是头版嘛，头版是讲那个新闻的嘛，社会的新闻的嘛，社会新闻我也上过头版，说我是做那个把自己卖的那种。一种动物吗？鸡啊，对对。在水塘很多的，或者白企鹅。OK， 就是因为你练得太壮硕了，所以他们就要去。也不是，因为刚好真的有我认识的那个人，我真的认识那个人，所以脱不了关系。但是因为认识他们，知道就会拿一些知名度的比较高的人放在新闻里面。我觉得我什么都没了，我怎么努力的话，一晚就没了。我觉得，但是我多很多有朋友，有很多见机，都会告诉我不要想得太夸张，没事的。我很多朋友他说你不用怕，有我帮你。我非常感谢一个监制，他就是encore 36小时的监制，我在我最失落的时候，他就是说这句有我帮你，你不用怕。那个时候就是他找我演那个encore 36小时，给你机会，对，有机会活了。这个机会就是让我的知名度突然间大幅的提升，然后又认识的太太。像类似碰到这种绯闻、新闻，好的坏的，在香港，你们觉得应该是选择什么样的解决是最完美的一个艺人的呈现？如果你口才比较好的话，你可以为你自己说话。Okay. 好像我知道我不懂说话，我就不说话，让他随便去讲，就让子弹飞一会。对，讲多了，然后观众就说：“哎呀，好烦啊！再说的不想再听了，好烦。”会有这样的感觉，这个是比较阿 Q 精神一点，就低头过，一过身体就过了啊。一般香港艺人都会采取这样的一个方法吗？不会，一般会写一些东西啊，会说话，为自己平反呢。其实这个我们虽然是艺人也可以告诉时下所有年轻人，当你们被网暴的时候，对，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？我们艺人是常常习惯了，对啊。所以最好的就是不理，无视于你的存在，不理不看，然后你自己找那个情绪的出口吧，做一些自己开心的事情。有没有被狗仔怎么样狂追猛打的，爬着你真的是？有的，他们就是我开车以后，老婆在旁边，他们会就在马路上站在车头打。你们看不到他们在吗？就是你们他们警觉性很强的，好像拍电影啊，然后下车挡着车头，也不会撞他，对不对？一开始肯定会被吓到，然后就坐着，然后就跟他们调，拍完了，让我回去了，回去了。这个心里是砰。有啊，但是你必须要保持礼貌，可能你会有一点生气，但是你要保持礼貌，因为越生气，他们越想拍到你生气的样子。还有，谢谢，感谢。不容易耶。对啊，希望他回去跟他的公司讲啊，他也不错，很礼貌，我们写的比较淡一点吧。你看现在港星出门真的是鸭舌帽、口罩，还是全副武装吗？然后你们一定要很小心的，就是我们生活一直被人家偷窥。我觉得那个年代过了啊。我觉得如果再玩那个神秘的话，很 old。现在讲的是贴地气嘛，就是让观众看到那个演员明星在坐公车，在餐厅吃饭很随便，跟那个普通的路人拍照。其实，在 Hollywood 他们的演员都是这样的，这个才是现在的年代。所以你说现在香港的演员也都是这样吗？就是你不拍我，我也自己放在社交媒体，对啊，然后已经没有那些狗仔那种。现在没有狗仔了。哎呀，现在香港因为经济不好，
狗仔请不起了。所以你会怀念那个年代？不，觉得现在这样比较开心一点。所以当初你公开恋情的时候，是狗仔最猖獗的时候。对啊，那个时候写很多不好听的说话，都说我配不上我老婆的，那是事后吗？然后那时候你也比较新，以资历来讲，你出道晚，差很远。他那个时候知名度很大，因为宫心计啊什么。是，所以你们是在《On Call 36小时》那部戏饰演你是一个年龄比较小的追求者。对呀。但是你没追成功。没有成功。你是戏外才产生的，还是在戏内你就产生感情了？在拍戏的时候。是你先对她一见钟情了。对，我看到那个女生很独立，很强，我觉得好像不用我照顾，她照顾我。因为我那个时候我觉得很新鲜，因为以前拍拖的时候，女朋友比我小的时候，都是好多东西要帮她安排啊，她是要不满意啊怎么样？但是我觉得她会自己安排，她知道自己要怎么样去做什么东西，或者她会给你意见。可能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真正需要有人会管我。我觉得如果没有她的话，我的发展不会顺利的。为什么呢？我爱玩，他会让我比较稳定一下。所谓的爱玩是怎么样的爱玩？爱玩就是喜欢，可能会跟朋友去夜店啊，喝一点啊，看，然后就拍拖，但是又不认真啊那种。在结婚之前有这样的一个传闻，你在4年13个，好夸张，大部分都不是真的。其实他就是将把我合作过的女演员都放在里面，所以你不狡辩，没所谓，没所谓。但是贪玩你承认？我贪玩我承认，就是喜欢跟朋友去玩玩。对，也不是去泡妞，不是这个，爱玩的意思不是这个。都去哪里玩？朋友家，可能是有一些可能会去一些夜店吧。夜店就危险。那个时候兰桂坊很厉害。对喽，那个时候如果就不行啊。男生没有什么好怕。我们有时候都知道那个地方都是男女寂寞、空虚、贪玩、喝醉酒。这个我也不会。我入行这么久没有喝醉，其实我也不爱喝酒。我去一个night club 都是喝什么 Food Punch。真的吗？你不喝酒？不喝酒的我。那你去那边玩什么呢？你其实就是跟朋友聊天。这点我必须讲，虽然我是离婚的，但是我跟你讲，以前就是常这样。你去night club，你去 pub 做什么？聊天？我说你有病啊！音乐那么大声，你们为什么不去公园聊？为什么要去 pub？ 不知道啊，这是怎样的？就一直喊，哎，今天你好不好啊？怎样才可以说话的 ？OK， 气氛，听音乐，喜欢看这种热闹。哦，对。可是说真的，你的这个长相在夜店是也是吃香的，没有人投怀送抱。不可能，我不可能做那个事情的，我很怕的。坦白说，我是有一些爱干净、洁癖。洁癖是精神上跟外形的都是不大能够。对，我很怕，所以我就是远远的看他们，但是我觉得很好看的，就是我知道这个男生对这个女生有兴趣，我在看他会怎么样表达了，就会看电影就喝了一杯 Food Punch。看看他们怎么样。但是在那个时候，你的太太接受你有这样的习惯，有没有要求说没有，我跟她一起已经没有了。你跟她一起已经戒掉这坏习惯。没有什么，很乖的。但是你怎么样开始去追求一个戏内戏外知名度都比你高的一个女生？我记得都是一样了。先安排很多人一起去那个主题公园去玩呢，然后常常就是他在他身旁，很明显的吧？他知道吗？问题是他多久才知道？很快就知道了，明显嘛。所以你们在戏的后面已经小在对暧昧跟拍拖都知道了，知道了。然后听说你追求他的方式又很特别，而且也是违反人性的。很危险的，不要学，很危险。为什么？你做了什么？有一次在约会，还没开始。约会的时候。对，因为那个还在考虑，要去那个沙滩，晚上没有人，然后就说你怎么样才给我机会啊？你游出去，
游出去，然后在那个救生台里面说你喜欢我吧，表示诚意。对对他，就然后这么一他说说笑，他在说笑，他不是认真的，他说笑，然后说你说的啊，然后就脱了衣服游出去。然后你就游到那个安全台上，对啊，然后有大喊大叫，对啊，没有人，你喊什么？很疯，你喊什么？有点尴尬，都是这样的，都是这几句，我爱你，愿意当我的女然后就朋友吗？湿湿的开车回去。他觉得后来你不要这样做，他回想觉得很危险。你发生什么事情了救不了你，他不懂游泳的。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游泳很厉害。你是教练嘛？对呀、然后我就你开个条件正配我。如果我是当初的杨怡，她已经改名了罗太太，我一定讲回来，你是教练不算，我们再来一次。然后听说人家生日是送蛋糕，你送的是烧猪，对，烧猪对。为什么会这样？现在你问我，我都觉得奇怪啊。但是大家都吃得很开心哦，夜宵有烧猪。哦，你是晚上夜宵送过去？对呀、因为那天是开工，在棚里面想大家都开心，要给他面子嘛，然后就夸张一点，去一个中餐厅的订了一个烧猪，还有什么这个很多的，好像摆一个婚宴一样，那菜色一模一样。就像开敬仪式了。所以你在整个追求他的过程当中，公开的表示追求，多快就大概让他心理跟行动上是接受你？我忘了，真的忘了，我那你就蛮顺利的。也不顺利的，因为他有其他的竞争者的嘛。他那时候有其他竞争者，对啊你，怎么这么勇敢呢？我没有什么可以说啊。其实那个时候他可能在大陆发展的更好，挣更多的钱都可以的，但是他选择结婚生孩子。她是当年的香港 TVB 的一姐，你承受得了吗？很多人说一开始是男生肯定是利用的女人，然后我说我配不上。你也可以上 Millicent 免费随心选听，全听你说。